大家好，我来分享一下这辆车，我开了大概是2年4个月的一个心得啊。它其实到今天的里程大概是8000多公里啊。一开始我先来讲大家最关心的钱好了，好，这辆前骑行的车型啊，一开始上市的价格是179万台币，接下来呢又调到180，最高的时候调到196啊。但是我交车的时候，虽然牌价是196啊，那还是用179万的价格。去成交的，全部落地的价格，我记得大概是落在186万、187万左右，反正就是40多万人民币。我在上海那台 FL5，我新车一来马上就去穿车衣，就是贴车膜啦。那这辆车呢，我并没有去穿车衣，我直接选择镀膜。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台湾穿车衣的价格真的是太贵了，贵到有点夸张。随随便便就是6、7万、7、8万台币的，甚至有那种破10万的那种美国进口的车衣哦。所以呢，我最后就选择镀金，就是镀膜啦，大陆叫镀金，台湾叫镀膜。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因为清洗的时候非常方便，你随便找一个自助洗车，随便喷一喷、洗一洗，马上就可以搞定，不用在那边担心说，因为黑色的车真的太容易有太阳纹了。这个我觉得镀金或镀膜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投资的一件事。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如果能够穿车衣是更好的。当然，穿车衣有穿车衣的坏处，就是你得停在地库里面，然后最好不要一直被太阳曝晒，因为很容易变质，一撕下来，而日本车的车漆真的是太脆弱，一撕下来连漆下来那就哭了。说真的，这辆车我觉得在现在台湾地区市场里面算是一个大概是200万台币里面啊，这个山路战斗力最强的车型啊。我知道啊，很多人啊会觉得说，四明山上好像是这个 M-Power 比较吃香，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山路呢，尤其是台北的山路啊，相对是小条很多，所以呢，这日系车其实是蛮吃香的。在山路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厉害的这个 GR Yaris 或者是MX-5啊，他们的山路的战斗力都很强，包括 Supra 也是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当初我写了一个这个车的文章啊，发表在某传媒网站嘛，那时候我。做着，我就觉得说，哇，这辆车真的太迷人了，有这个很多故事在背后啊，包括丰田章男本人对这辆车也是倾注了很多的心力啊，但是呢，其实这都是营销啦，说什么为 WRC 而生呢？但是其实这辆车跟 WRC 的 Rally One 车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只是车名啊，这个大灯像啊 ，Rally One 其实是钢管车架的，它可能跟 Rally Two 车型比较有一些连接啦，因为 Rally Two 车型也是用这个3缸的引擎。然后变速箱也是不一样。那 Rally 2 车型的车架也是基于市售车的基础，然后再加以强化的。那这辆车虽然叫 GR Yaris、GR 雅力士，但是它跟一般的雅力士 Yaris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除了这个大灯、后视镜、尾灯，还有前骑行，它的这个中控台是跟一般的 Yaris 共用，其他都是不共用的，没有一个零件是可以互相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够特别，而且它的引擎盖、发动机盖、2扇前门。还有后门是铝合金做的，然后车顶是碳纤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级别的小车有这样的一个配备，其实非常的少见到。这让我想到大概是20、30年前啊，欧洲那些很疯狂的小钢炮，但是这辆车算是重现了那个精神。虽然说我觉得差了有一段距离啦。然后我等了大概接近2年，700多天啊，接近2年，好不容易才回台北取车啊。那取车的时候，我当然是非常的高兴，而且黑色又是一个相对较少的一个颜色，因为我在山路上看到基本上都是白色啊。还有就是这辆车的造型啊，我知道大家对它的评价很两极啊，尤其是它的车尾有点像是做到一半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尾就直接切掉的感觉。但是它的这个宽体爆龟，我真的是觉得蛮帅的。就这种四驱车，你出弯早早的就能把油门踩到底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它是傻快。这辆车开起来，我个人是觉得它跟一些大家所谓的这种比较偏向赛道的车型的区别是蛮大的。像是我刚开完我的泰爬，再回来开这辆车，我忽然觉得这辆车的侧倾真的好大。我这几天回来开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2、3档的时候啊，虽然这辆车输出版的车型啊只有261匹马力啊，但是呢，它给你的感觉比 FL5 泰爬，就是大陆规格的 FL5 泰爬，它这个冲劲更强烈，就是油门踩下去它的那种反应，因为它的4000到6000转的感觉是非常好的，会让你有一种被拖拽的感觉。这辆车是觉得一下子给你全部出来，但是后继有点无力的感觉。那 1.6T 3缸嘛，难免会这样。其实不要说跟泰爬比了，跟 PSA 那台4缸 1.6T 的引擎比，其实它的后劲也没有那台引擎强。
这照例是要吐槽的。上次我把泰爬吐槽的乱七八糟的，那这次我必须也得吐槽一下这辆车了哈。首先就是这辆车，它的这个空间的设计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随意啊。这是我觉得丰田啊比不上本田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因为像飞度啊，里面是不是很多杯架、储物空间、置物空间？但是这辆车这个置物空间真的是少得可怜了。你光是带一个长皮夹，你都不知道要放哪里啊。这一点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麻烦啊。那杯架也是，杯架就是2个圆洞，其实没有什么好放东西的地方。那2个圆洞，因为台湾很多这种正方形的纸盒，这种纸盒是放不下这个杯架里面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让我蛮不爽的，就是它的置物空间，还有它这个坐姿啊。虽然说现在卖的后骑型车型，它的坐姿已经变得正常一点了，那前骑型车型的坐姿真的是有点高的不像话哦。你调到最低，你还是觉得非常的高，然后它的后视镜又刚好会挡在你这个前面的视野，所以你一些右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的视野好像刚好被挡住，有点就是你开到一半，你还要这样。内装非常的粗糙啊，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车都卖到啊，现在台湾大概卖200万左右上下，自排的比较贵，手排的比较便宜。那大陆我记得官价是39万多一点嘛，那这个车的内装真的是配不上这个价格，哪怕它卖日本的这个原产地的价格，而且我觉得后骑型的车型，它的整个中控台设计虽然是更偏向功能化一点，但是我觉得前骑型的车型至少还好看那么一点点，而且质感我觉得比后骑型的车型要好一些啦。这辆车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上下车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哦。虽然说它的坐姿不是很低，但是呢，它的车内空间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拥挤。你前面调的这个坐姿调得刚好的时候，你要下车，你还是会觉得很卡哦。你只能把你的座椅往到最后调，那调到最后呢，你才能好不容易爬下车。然后这辆车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像日本版本的前骑型车型啊，是有水喷射的哦，还有这个倒车影像。但是这辆车呢，没有倒车影像，没有水喷射。那这个倒车影像还是我那时候从淘宝买的，很奇怪，淘宝竟然有，那时候大陆还没有这台车。然后这个吐槽的点，我还要再讲一个，就是这辆车的车机呢，实在是太糟了，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临时安上去的东西，但是它却是丰田认可的原厂部品啊。虽然说它是在台北港加装的，但是这个原厂这个车机在东南亚或者是中南美洲市场都可以看到，反应什么都非常的差，我觉得很糟啊，而且很难看。好，那我现在开了8000多公里，有遇到什么问题呢？其实我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我觉得这个车呢，有时候是要靠一点运气的。据说你如果常常拉高转的话，那得小心一点，因为这辆车的气门弹簧特别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有时候2进3的时候，常常会同步齿会打到。有些人也有遇到这个问题有人说他从来没遇到。我个人是觉得呢，其实你只要把换挡的这个手速稍微慢一点就好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人体工程学、人机工程学这个互动设计的关系，还是我换挡功力不扎实啊？那我同样的方法，我开本田的车，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呢，这辆车的杂音蛮多的。我说的杂音不是说内装那种松动的杂音，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辆车组装品质是比 FL5 泰爬好的。我开了8000多公里，也都是蛮激烈驾驶的。内装的杂音基本上就是后备箱然后中控台有一点微小的杂音，基本上是没有但是呢，传动系统包括你换挡这个变速箱那边叮空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多有些人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么粗糙的感觉。那我觉得这辆车当然是有它一个非常值得买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个改装空间那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辆车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像是我知道前一阵子大陆才爆了2台发动机然后呢有人变速箱爆了，其实这个都常听说了但是我为什么会说它的改装潜力比较大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改装套件的你可以去。在它还没爆之前，你就去升级它。当然，有人可能很不认可我这样的讲法有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就买一台不需要升级的。其实这个话也没错，在台湾的市场 ，Golf R、高尔夫 R 的价格跟这辆车其实是差不多的。那 EA888这个动力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凶猛。我跟 Golf R 跑过，非常非常的辛苦，直线一下子就被拉开。但是呢，
Golf 有一个问题，不去改宽体的情况之下，它轮胎没有办法装得太宽啊。但是这辆车什么都不改的情况下，我跑山的时候遇过有人装了10寸宽的框，然后装一个255的轮胎啊。相较于这个车的车重，其实这个抓地力已经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改，我现在只改了一个 R17 RS， 然后呢还装了一组偏心螺丝啦。这辆车的前避震呢，只需要一组偏心螺丝就可以做到超过3度的倾角啊。据我所知啊，像是 GR86 或者是 BRZ 是做不到这么大的倾角。如果你只靠偏心螺丝，我什么上做都没改哦，我就靠一颗偏心螺丝。好了，那这个就是我目前使用的一个感觉啦。你问我后不后悔，其实我是觉得我毫不后悔。你让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这辆车，因为说真的，这辆车有很多缺点啊，但是我觉得目前它带给我的情绪价值是很高的。那当然，我觉得在大陆呢，像40多万的这个价位，有太多的车可以选。你再加一点，其实可以加到很多不错的欧系车型。你也可以说买 A45更好啊，的确啊，我觉得买 A45或者 Golf 也更好。只不过我觉得这辆车的可玩性是非常的好啊。那当然了，你还要看你这个市场其他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你如果在台湾的话，那这辆车现在的二手价也是蛮低的，100多万出头，台币100多万出头就可以有。那如果你在大陆的话，我觉得选择也更多啦。那至于这个车呢，会不会爆，容不容易爆？老实说，我觉得运气啦。